非有消息，新加坡航空旗下的库航将在接收一架12届190-12客机，但比较遗憾的是，它仍然不会将该型飞机用在中国航线上。库航目前有2架这种客机，都是今年上半年投入使用的。比较有意思的是，从巴西的接机之路跨越大西洋和欧亚大陆，航程超过了2万公里，中间经停了7次才回到新加坡。回来后，他俩主要飞泰国和马来西亚，例如甲米、斯乌、苏梅和米里等地。12届190、195-12是巴航工业的新一代产品，堪称巴西的国之重器。12届190-12最多可以载员114人，基本可以与波音737或者是空客 A320 竞争。它的机身更细更省油，本来预期会受到良好的市场反响，或者至少像上一代的12届190那样销售良好，但是事与愿违，总体上全球航司的反应都比较平淡，仅仅加拿大、荷兰和瑞士等国的少数航司在使用，甚至有航空公司简单试用后就放弃了，例如阿斯塔纳航空仅仅使用了5年便出清全部的12届190-12。去年底，马达加斯加航空也宣布取消此前的12届190-12订单。福州航空也曾经说要买20架，最后也黄了。这其中原因很多，比如航空业复苏，客流增大，需要更多能装的飞机，再比如美国工会的规定影响等等。更深层次的问题是，空客公司现在拥有空客 A220， 以他的身份和背景，12届12未来肯定难以干得过他。为了推广12届12，巴西人向新加坡开出了极其优惠的条件，据说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，巴航工业提供培训和备件支持，保证无忧运营等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库航租赁了9架，在周边搞试运营。库航为12届190-12摆放了112个座位，用作短途航线。根据飞行跟踪软件记录，现在它的2架12每天基本都可以飞6个航段以上，多的时候可以飞到8、9个航段，效率还是不错。12届190-12最短可以在1230米的跑道上起飞，今后如果用来从小机场聚拢客流，对新航集团来说很有意义。中国现在还有天津航空、北部湾航空和多彩贵州航空在运营着一些12届飞机，共约70架，都是上一代的12届190和195，主要是在中西部地区的一些低密度航线上使用。不靠谱的分析说，由于12届12与 A2 届21700的市场重合，矛盾难以调和，所以飞友们也都希望库航运营12届12后可以飞中国来，让大家解解渴。只可惜从目前的情况看，综合考虑客流、航程等因素，库航还没有将12届12用在中国航线上的计划。飞友们想要一睹它的芳容，恐怕也只能前往新加坡去看看了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